李斯，臣在。按照秦律，当如何？按照秦律，当车裂而亡，诛其3族。3族太过，便诛其1族。吕不韦私产尽皆充公，大王仁慈。往后，这秦王殿也该有个名字了。就叫四海归一殿。大王威武！王翦蒙骜，整兵备战。1月之后，朕要东出函谷，征伐6国。诺！1年之内，寡人要一统天下。穿越先武大秦，成为始皇嬴政，本该执掌大权，却因年幼为吕不韦所弃，成为近似傀儡的存在。幸而获得百日签到系统，第1日签到，便获得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锦衣神使。第2日签到1000名锦衣卫高手，第3日则是签到先武张角，而今日便是寡人百日签到的最后1日。签到，恭喜宿主百日签到成功，获得陆地神仙修为。百日签到之后，当为月签，寡人也无需再折服。大王，这是吕相送来的奏章，还请批阅。猪狗一样的东西，也敢这般趾高气昂！杀了！百入期满，今日之后，寡人当无敌于世。先武大秦如何？吕不韦乱政又如何？寡人既为始皇，自当横推八荒，立万世先秦。带赵高过来。诺。近日皇宫多了不少陌生气息，吕丈让我查探，却是没有丝毫线索。谁？你是何人？大王有请。大王。大王。赵高，你为寡人旧臣，若寡人想要诛杀吕不韦，执掌大权，你可有谋划？吕不韦权倾朝野，麾下3000门客，高手如云，本人亦是大宗师高手。大王固然有底蕴，可如何能轻易诛杀吕不韦？更何况，3000门客，寡人亦有3000锦衣卫。嬴政何时还让这么多高手效力？3000锦衣卫可够，若不够，寡人还有10万铁浮屠，10万大雪龙旗。若再不够，2尊陆地神仙如何？你看这一股怒喷远造化，涅槃轮转几回。借悲欢几十烈火心，我用我爱快意。兵家陆地神仙，道家陆地神仙。你这几日在打探宫中情报，这些可够你向吕不韦交差？大王，杀了！白虎青龙，
你们随羽化田动手。今日寡人要肃清皇宫内外。诺。吕布、张角、朱雀，诺。随寡人去母后寝宫诛杀嫪毐。诺。诺。奉大王之命，今夜肃清秦王宫，凡吕不韦之人皆杀！一个不留。什么动静？出事了！谁敢在太后寝宫放肆？正儿朱雀在。从今往后，你执掌皇宫侍女，让人好好照顾母后。诺。但凡靠近太后寝宫者，格杀勿论。你这是要软禁本宫！大秦太后圈养面首不是错，但蠢到对面首言听计从，就是母后的错了。若非你是我母后，今夜你唯有死。打断赵姬双腿，让她安生点。诺。不，你不能。3000小宗师，更有一尊能够碾压嫪毐的存在。嬴政他哪儿来的这些高手？此事乃是宫中内卫传出来的，绝无虚假。而且，碾压嫪毐那位，疑似兵家陆地神仙。兵家陆地神仙？怎么可能？让那位查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诺。嬴异人昔日难道留下了什么底蕴？若是如此，本相为何不知？先王是相爷一步步扶起来的，他有什么底蕴，相爷当一清二楚。难道说是秦王室的底蕴？奋6世之余烈，今日之大秦已然底蕴充足，如今只差一个雄主崛起，再加之大秦强大国力支撑，可完成一统大业。启禀大王，臣已接收秦王宫一切守备，并且将吕不韦、嫪毐之人尽数清除。好，连夜审问，估明日便要嫪毐的所有罪证。诺。大王，臣还有一个发现，华阳太后寝宫或有吕不韦的人，此人修为高超，此前一直在窥视吾等，只是没有出手。无需理会，退下吧。诺。看来吕不韦跟太祖母也有所联系啊。那尊高手修为如何？当为大宗师巅峰。哼，走，随姑去看看那位，也好教世人知晓，姑真正的底蕴是什么。正儿今日做事倒是有昔日秦昭襄王的风采，而且做事更有手段，隐藏更深啊。蛰伏数年，一朝崛起，便连本宫都未曾想到正儿手中握有这般实力。大王的确是隐藏极深。本宫不在乎正儿如何，也不在乎你们如何争斗，但有一件事却是不行，那就是不能动摇大秦国本。你去将正儿请来，本宫要问他一些事。祖母要问什么，何须派人去请？寡人告诉祖母便是。大王深夜探访，有何事？孤既已登基，有些人便不该存在。你祖母有什么想问孙儿的？大王当真是好手段，一尊兵家陆地，一尊道家陆地。既是有如此底蕴，本宫还有什么可问？
夜深了，还请大王早日休息。哼。嬴政这是要做什么？杀鸡儆猴？谁人不知嫪毐是本相推荐之人？大王蛰伏数年，一朝登基，便是露出这般手段。今日之后，大秦将彻底变天。也不知今日孤给吕不韦准备的这份大礼如何？吕不韦权倾朝野数十载，这般羞辱自是难以忍受。孤就是要让他无法忍受，也是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告诉众人，这大秦是谁的大秦。随孤上朝，今日寡人亦会封你为大秦国师，统领大秦百家。嫪毐后乱后宫，妄称假父，今日已为寡人凌迟处死。吕相，嫪毐可是你举荐的？大王这是丝毫不演了，这般威压，这般质问，哪有之前那般软弱的模样？嫪毐意图谋反刺杀孤，吕相可知晓？今日之大王当真霸道！臣有罪，臣未曾想到举荐之人竟是如此大逆不道之人，臣恳请大王责罚。吕相既是不知，谈何责罚？无非不过是识人不明。只是孤为秦王，孤之生死关乎大秦，昨日之事却是不可不防。孤有意立张角为大秦国师，护国护孤，更有意建立锦衣卫。何谓锦衣卫？稽查百官，监视天下。但凡有作奸灌科、造谣诽谤、谋逆叛乱，皆有缉拿审讯之职。廷尉审讯问案，但凡查验准确，锦衣卫可便利行事。另，锦衣卫四使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，皆有先斩后奏之权，此为王权特许。大王，锦衣卫的权责是否过大？权责不大，如何护国？如何护孤？难道要靠你吕不韦举荐之人来保护孤？退朝！今日寡人在朝堂之上威逼吕不韦，他必要有所动作。锦衣卫要立威，要做鹰犬，也需拿出功绩。吕不韦便是尔等最好的功绩。臣等必不负大王信重。大王何须这般麻烦？我愿亲自走一趟吕不韦府邸，将其斩杀。哼，你的工具在战场，而非在这些地方。更何况，区区一个吕不韦算什么东西？寡人何须用这种手段强杀？今日之所以这般，便是给吕不韦一个选择：若他敢反孤，不介意将其灭杀，震慑群臣；但若他识趣，孤也不介意给他一个机会。诺。孤的未来是六国，是天下，在孤心中无不可用之人。昔日始皇在登基17年后，方才开始横扫六国，而后历经9年，先后灭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，一统天下于秦。寡人既得始皇之躯，当1年内吞并六国，创立先秦。大王行事未免太过霸道，今日这般问责，他将吕相置于何处？是啊，要不是吕相，先王嬴异时难道能登基？大王又如何为秦王？若我说不如反了，清君侧，先王可不止嬴政一个子嗣，还有长安君成基。不错，长安君为华阳太后喜爱，华阳太后又执掌大秦外戚，更为楚氏王族。若是有华阳太后支持，再加上吕相的实力，便是嬴政有所底蕴又如何？
嬴政小儿行事太过肆意。我祖父甘茂只是在华阳太后寝宫做客，他却一言不合就将其诛杀。今日是我祖父，昔日相国，明日又当是谁？嬴政小儿，相国，此次大王虽是威压逼迫，但未必没有留下一丝余地，否则今日府邸绝非这般安静。那位兵家陆地神仙并未亲自上门，一尊兵家陆地神仙而已。他嬴政有陆地神仙，我吕不韦难道就没？所谓退路，无非是流放，我吕不韦绝不屈服。相国何意？我欲杀王。我愿为相国联系阴阳家，联系楚国，6国余孽皆可为相国所用。不够，你去找燕太子丹。我知燕国处境危急，燕太子丹麾下更有一陆地剑甲，名为荆轲。若此人出手，届时嬴政有落陆地在身侧，又能如何？告诉燕太子丹，若刺王成功，大秦当跟燕国永结同盟，本相更可为其提供无数粮草。吕不韦欲要刺王，甘罗奉命前往燕国，以邀燕太子麾下陆地剑甲荆轲。不知死活，你且在此继续监视，我回去禀报陛下。臣愿诛杀吕不韦。区一个荆轲而已，急什么？孤倒要看看他们的底蕴到底有多少，更要看看他们入宫行刺之时，见到孤手中的4尊陆地神仙时，会是何等绝望。张角，随孤去一趟骊山，接另一尊陆地神仙归来。诺。一日千里，不愧为墨家机关兽。待我从燕国归来，便是嬴政小儿身死之日。杀！胆敢擅闯廷尉府！廷尉李克勾结楚国，罪证确凿，锦衣卫奉大王之命缉拿廷尉。廷尉胆敢反抗，就地格杀。就算廷尉是吕相的人，可大王这般粗暴的清扫异己，未免太过夸张。走吧，随孤去见见这位昔日人徒。可惜昔日签到的白起为长平之后的白起，若非需要以血池养伤，孤又何须等到登基之后方才对吕不韦嫪毐动手？大王，你还有几日可出关？10日，10日之后，臣便可出关。臣王阳明参见大王。先生，请随孤出关，日后大秦朝堂当以先生为主。敢不从命？大王这几日清洗异己，未免有些太过夸张。短短10日，接连有数位重臣入狱惨死。蒙将军，今日是来问责于孤。臣只是觉得大王做的有些过了。大王对吕不韦动手固然没错，吾等兵家之人也愿支持大王，但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度。若是引发大秦混乱，6国必将趁机攻秦。呵呵，区吕不韦还引不起动荡。大王固然有一尊兵家陆地神仙效用，可吕不韦能够执掌朝野这么多年，他手中实力又岂非那般简单？一尊兵家陆地神仙不够，但若4尊陆地神仙又当如何？
好久不见。你不是？我的确已死，但却为大王所活。今日我不再是武安君，而是大王麾下白起。如此可够？自是足够。呵呵，寡人却觉得还不够。朝堂之中却还少一尊陆地神仙镇压。阳明先生，此乃寡人相国，日后将以阳明先生统帅朝堂，以张角为国师镇压诸子百家，以白起为帅征伐四方，再以吕布为将。敢问两位，寡人如此实力，能否统一天下？大王威武！吕不韦不算什么，日后六国方才是大秦之敌。你们且下去准备吧。1月之后，寡人要征伐六国。相爷，你不知那荆轲到底有多强？那时我刚到荆轲住处外，明明相隔1000米，可就是瞬间毛骨悚然，就好像是有人把利刃钉在你脖子上。来了。吕不韦，杀意影响天地，这才是真正的陆地剑侠。何时杀人，何时给粮？何必这般急切？刺王杀驾，岂非？10步，只需相爷让我接近嬴政10步，我便可将其斩杀。杀完我便走。但若无粮，吕不韦，你当知晓后果。好一柄利刃，燕太子丹倒是好福气。相爷，何时刺王？今夜。夜黑风高，倒是好一个杀人夜。陛下，吕不韦麾下3000门客皆动，咸阳禁军亦为之所动。锦衣卫传来消息，在吕不韦府邸感受到一闪而逝的剑意。吕不韦倒是真等不及了，让王翦、蒙骜镇压禁军，3000门客放进来，今夜寡人要关门打狗，一个不留。今夜杀王。嬴政，你倒是好大的胆量！今夜秦王公几不设防，就这么相信那尊陆地神仙？今夜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荆轲，道家陆地，不知能否挡我10步以杀？兵戈煞气，此人的杀意怎么可能如此之强？你不是说那尊兵家陆地神仙只是武力强横，他如何来的这么强的杀意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
一尊道家陆地，一尊兵家陆地，秦王隐藏的好深。今夜我必死，但请相伯将情报送于赵国，嬴政不可小觑。今夜谁也走不了。王阳明见过诸位。儒家陆地，儒家何时也投靠秦王？我非春秋儒家，亦非孔孟传承之人。今夜，莫非是你吕不韦跟秦王联手布下的局，只为坑杀我这位燕国剑甲？大秦何时有这些底蕴？你的底蕴呢？若是只有荆轲一人，却是让孤太过失望。事到如今，什么底蕴还有意义吗？一切都毁了，我去找寻邹衍，却为此人所抓。被逐小人，当死！看来今夜便是这些人了。杀！春秋剑甲，却是春秋刺客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且慢，我愿献出一切。你的一切，李斯早已交付。大王，去将吕不韦的一切取来。往后，你为大秦廷尉。大人，都结束了。吕不韦已死，李斯大人亲自抄了相符。大王当真是好手段，这大秦也彻底变天了。只是不知如此霸道君王对大秦是好是坏，往后又当如何？昨夜吕不韦欲要刺王杀驾，其罪当诛。李斯，臣在。按照秦律，当如何？按照秦律，当车裂而亡，诛其三族。三族太过，便诛其一族。吕不韦私产尽皆充公，大王仁慈。往后，这秦王殿也该有个名字了。就叫四海归一殿。大王威武！王翦蒙骜，整兵备战。1月之后，朕要东出函谷，征伐6国。诺！1年之内，寡人要一统天下。张角，你说寡人能一统天下吗？大王得吾等相助，
更有大秦6世余业，自当能一统天下。此次一统天下，唯有一个变数，便是6国底蕴。青龙，臣在。将锦衣卫都散出去，查清6国底蕴。孤要知晓先武大秦6国到底有何底牌。诺。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？楚离子见过大王。秦孝公之子，大秦相国。哼，甘茂既是活着，你楚离子也当活着。只是为何寡人为吕初为傀儡之时，你这位秦王室之人却是不曾现身相助？臣虽为秦王室之人，但大秦非是一人之大秦，吕不韦有功于大秦，能够稳固大秦，臣为何非要现身？如今跳出来，莫不是打算为吕不韦讨一个说法？大秦先祖昔日不过一养马之人，孝公之前，大秦亦为弱秦，商鞅变法之后，方来得以强盛，加之永系雄才伟略，方有今日。敢问大王，若你为臣，是更在意一位后世子孙的待遇，还是在乎大秦未来？所以，你今日所来，是想要说你认可孤了？大王，你的修为，寡人需要你这种人来认可。哼，寡人需要的唯有追随，而非是这种自以为是的考量。区区一尊陆地神仙，也敢在寡人面前装腔作势？若非是你为秦王室之人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天命王者，大王既为国运所终，亦有陆地神仙修为，此次大秦必可一统天下。说说吧，你有何用？果然为天命王者，紫气浩荡，宛若遮天蔽日。臣为堪舆家，修为是陆地神仙，可为大王镇守咸阳，布阵咸阳。以此阵法，无人可破咸阳，亦可观测星辰，占卜未来。不用，寡人不需要这些。臣还可为大王管理秦王室，限制华阳太后这些外才，亦熟知6国之事。6国之中有何底蕴？若要灭6国，一统天下，当先攻谁？6国之中皆有类似臣这般之人，但若说底蕴，除非灭国，否则谁也不知6国之中到底隐藏何等老怪。若说一统天下，必先攻韩，灭韩。往后你便为寡人镇守咸阳吧。诺。大势之争将来。什么大势之争？不过是他嬴政小儿的私欲。他登基不过半月时间，先后杀嫪毐，血洗皇宫，诛杀吕不韦。如今更是在朝会之上，竟公然说出要一统天下，还将秦王殿改名为四海归一殿。他当真以为6国皆为无能之辈吗？一尊兵家陆地神仙，一尊道家陆地神仙，再加上大秦底蕴，嬴政自然有资格说出这番话。若你为嬴政，你会如何一统天下？秦若要一统，必要东出函谷，而出函谷后，看似有3个选择：攻韩、攻魏、攻赵，但却实则只有一个，便是攻韩。只因韩最弱，地理位置最好，这也是我请老师来的缘故。请先生助韩。此番，儒家必会助韩。签到。陈张亮叩见秦王。陈高顺叩见秦王。此次跃迁召唤为10万箭阵营，兵家大将张辽、高顺。此次却是又多10万铁骑，如此更有把握一统天下。更何况，
先武三国兵种却是不同寻常。你们去找吕布，而后带10万县镇营前往城外军营。诺。孤有意，半月之后攻韩灭韩。为何这般快？粮草兵马尚未调动齐全，将军尚且如此震惊，六国又如何能反应过来？孤就是要以雷霆之战灭韩。韩不足以惧，但灭韩之后又当如何？大王，灭韩之后，我大秦自然当灭魏。只是我大秦当如何能在诸国无法反应之时覆灭韩国？魏国、赵国皆在韩国左右，唇亡齿寒的道理世人皆知，他们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更何况魏国还有那位魏无忌在，窃符救赵的事迹依旧历历在目啊。这却是又跟历史不同，先武春秋却是有太多人活下来了。便是魏国可挡，赵国又当如何？哪怕长平之后赵国削弱，但也绝非寻常诸国。张角可往赵国，挟赵王以镇赵。若以那位道家陆地神仙张角，或可出其不意，杀入新郑，镇守赵国。赵王惜命，必会顾及其身。但臣还是不知要如何以雷霆之势覆灭韩国，哪怕有5万军亦不够。兵戈战事，绝非一人能够决定。随孤出去便知。且看，这便是寡人的县镇军。如此雄兵，县镇之士有死无生。此乃兵家武魂，以10万人之势汇聚于主将一人，以兵行事，成就兵家武魂。10万县镇兵，10万铁浮屠，10万大雪龙旗，如此精锐，可否以雷霆之势灭韩？臣愿为先锋。此去灭韩，赵国便牢房大贤良师了。臣必会为大王压制赵国。若赵王不从，臣可否让赵王赴死？寡人不会畏惧任何人。哼！若赵王真有这般血性，寡人不介意灭韩之后灭赵。传令，半月之内东出函谷，抵达新郑。新郑！大王，韩国将灭，你为何还有心思在这里轻取作乐？莫非你要做那昏庸的周幽王不成？放肆！韩非子，我往日敬你为儒家高人，对你百般信重，你安敢这般咒骂寡人？非是咒骂，
而是秦王嬴政已率领数十万大军东出函谷，不日便将抵达新郑，局势危急，大王当慎行。怎么可能？嬴政小儿就算要攻伐我国，聚兵备战也非数月不可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出兵？还请大王立刻求援魏国。赵，快拿我一席，寡人要求援。随我进宫，我要援韩抗秦。公子不可去，大王必经不喜。若大王不喜，我便再来一次窃符救韩。何人？贫道张角，今日请赵王赴死。放肆！大胆狂徒，胆敢强闯赵国王宫！哼，狂徒！奉秦王嬴政之命，请赵王安生居于此地。若出大殿，当诛。嬴政，嬴政小儿，欺我赵国无人否？话已至此，若赵王执意反抗，贫道今日唯有请赵王赴死。请姑赴死？秦王虽有你这般陆地神仙助阵，但你秦国国力可能占6国，区6国而已，何足挂齿？莫非秦有同时与6国开战的实力？这怎么可能？今日秦王敢派人行刺王杀驾之事，不怕6国合纵吗？届时赵之边旗，魏之五族，齐之7骑，秦国焉能有一战之力？赵王不信，试试便知。你真当我赵国没有陆地神仙？秦国未免欺人太甚，真当我赵国无人？廉颇将军救我！呵呵。秦国难道要犯天下之大不韪，以陆地神仙行刺王杀驾之事，莫不怕天下人耻笑？败者识臣，阁下难不成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？也罢，今日便将你留在此处，让你知晓赵国并非软弱可欺。倒是的确有几分本事，但想要留下贫道，还是不够。此乃兵家封锁天地之法，你无路可逃，受死！哈哈哈哈哈！那可未必。行。什么？煞气虽是凶烈，又怎可胜过雷霆晃皇天威？你已经输了。击穿封锁又能如何？我集1000万人之力于一身，今日必杀你，以挫秦国之威。怎么可能？此人非但是兵家道家双陆地，也能同修煞气与雷霆这截然相反之力。你是何方妖道？也罢，今日便杀鸡儆猴，贫道看还有谁人敢阻拦？这到底是什么要挟手段？哼！驱雷测电，雷公助我。住！你住！不！
我战死了。赵王如今可有什么想说？你杀不了孤，孤乃赵王，有赵国气运护体，你杀不了孤。等孤召回李牧，是要合纵六国，西进函谷。国运护体，这便是一国之君的依仗。你想做什么？哼，不知一国国运比之陆地仙人，孰强孰弱？天要塌了！天要塌了！赵国要完了！气运乃一国之所系，诚然能杀廉颇，可你真以为能以一人之力行灭运之事？荒谬！聚天之气，行天之道，揽握天弓者，天诛之！赵国的气运散了，赵国的国运散了。如此短的时间内覆灭一国气运，非陆地神仙不可。莫非秦王派遣了陆地神仙下场刺王？嬴政小儿实为暴君，他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说什么？秦国派遣一老道前去，将赵国气运打散？嬴政他怎么敢？赵国的气运散了90%，日后必将天灾不断。赵国气运散了，张乔竟然能做到如此地步，早该如此。若非昔日多方掣肘，我亦能将赵国覆灭。白将军莫要冲动，还是等大王来了再说。我自是知晓，只是张交这般雷厉风行，让白某也有些手痒难耐。早知赵国如此不堪一击，当时便应主动请缨前去。白将军若去，怕不是得离庭扫穴，闹得赵国底蕴尽出，那时候就不好收场了。白某斩的便是底蕴。而今只等陛下抵达了。秦王嬴政暴虐无道，派遣陆地神仙临赵，威逼赵王，打散赵国气运，其罪当诛。我已跟魏王请命，统领30万精锐，援韩抗秦，尔等可愿同往？秦王当真如此暴虐？历代秦王除却嬴异然之外，谁人不暴虐？暴秦之名亦是天下闻名。只是秦王势大，若要对付秦王，只怕单凭魏国军队尚且不够，便要劳烦诸位，唯有诸国联军方可抗秦，灭秦。除此之外，我亦有一出万金刺杀嬴政，凡能杀嬴政者，赏万金，封魏侯。公子豪气。既如此，我便回楚，劝说楚王出兵，便有劳诸位。恭迎陛下。吾等已在此点齐兵马，就等陛下抵达。待陛下歇息一日，缓解舟车劳顿，便可东出函谷，长驱直入。何须休整？寡人今日便要东出，让天下人见识见识我大秦锐势。韩非子求见秦王嬴政。韩非子，韩非子来此只为一事，待韩国请降，韩愿从此以后尊秦王为上王。春秋战国数百年，纷争不断，寡人要的从来不是降，而是一统，
真正的一统。大王要做周天子，寡人要的是天下，非是天下之名，而是天下之实。天下之土莫非王土，天下之人皆为秦人。帝王一怒，天地变色，横尸百万。韩非子既来，便留下，随大王一同攻韩。孤欲同时灭韩魏两国，阳明先生与白起一路率10万大雪龙骑攻魏，吕布一路率10万献建成攻韩，王翦、蒙骜与孤一路率20万秦军锐士紧随其后。出征！不好了！前线探子来报，秦军出动10万骁骑朝此地攻来，领头之人是白起。什么？白起不是已然身死，怎会再次出现？你定然看错了。千真万确，昔日救赵之时，曾与白起有过一面之缘，我必不可能认错。龙门乃是魏国要道，此地不容有失。可来人是白起，怎会是白起？白起威名赫赫，若这消息传出去，恐怕此地大半士卒不战而逃。切实想要守住此地，已是痴人说梦。侯嬴何在？回公子，侯嬴已然朝着此处赶来，赶查功夫便可抵达。不能再等了，你与侯嬴在此地周旋一样，我去求援。不错，见我白起亲至还未头窜，此战有点意思。他说他是谁？白起？那个坑杀了赵国40万大军的白起，人屠白起。原以为你们是可以一战的将士，如今看来都是孬种，杀了一个不留。杀！如此浓郁的浩然正气，莫非是寻师找来的儒家陆地神仙？我来抓鱼。抓鱼？漏网之鱼。阁下读圣贤书，乃是儒家陆地，而今怎反倒助纣为灭，依附暴秦？空读圣贤书不如无书，你且安心去吧。白起将军足够灭魏，倒是吕布将军那边需要支援一二。陷阵之势，有死无生。
而今秦国大军压境，韩国危在旦夕，还请老祖出身，守护韩国血脉。老祖！既然来了，不妨出来一见。儒家八脉，阁下似乎不属于其中任何脉。我的儒独一无二，自成一派。好狂妄的口气！你身上哪里有儒家弟子的谦卑？修身治国平天下，何曾出过此等狂徒？尽信书不如无书，阁下太当真了。儒家浩然正气乃是正统，你自何处修得这浩然紫气，误我儒家之名？教导弟子谦卑，自己却想一家独大，这便是你孙氏之儒。我教导弟子谦卑有何不对？我辈读书人心有不平则鸣，知行合璧，方正大道。你一纸空谈，如今还想在我面前盈盈狂号？你这是书生意气。若无书生意气，读书何用？也罢，今日老夫便带先贤教训教训你。拦我论道是假，拖延时间是真，但你注定拖不住我。你的儒道如何是这般？现阵！银城破城！区区弹丸之地，气运竟是以百姓灵魂凝聚。此国不灭，誓不为人。好浓的血气！若是将这10万大军生吞，我将举世无敌。你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这是什么手段？受死！我所修乃是世间最毒，竟敌不过区区病煞。插标之辈，死！化戟扫沙场，无双立万世，神挡杀神，魔挡杀魔。和1000人之兵行事，便可令天人逆拔陆地神仙。更何况而今和10万陷阵之势，温侯自当更胜以往。今日之后，温侯当天下无双。韩已灭，大王当真要做那像那帝王一怒横尸100万的暴君？何为暴君？韩王便不是，赵王便不是。寡人要做的是结束这乱世，让天下真正归于一统。秦有大王，却非吾等之幸。心死道消，韩废子当真是无法收服。传令，入城。新政已亡，韩国已灭，
楚国又该如何？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，此乃天命。你是苏秦？配六国相义，纵横捭阖的苏秦。昔日六国相苏秦已是过眼云烟，今日唯有纵横加苏秦。我此行亦只是欲要合纵诸国，灭秦。天下若要灭秦，唯我苏秦。秦王势大，齐国畏惧，燕国惶恐，魏国亦为秦国所攻。敢问先生要如何合纵？此乃齐国稷下学宫圣人孔子所用刻刀，以此为信物，齐国必会出兵。至于燕国，燕王喜不堪大用，以为燕太子言夺位。大事已成，只欠楚王。签到。臣曹真、曹休、曹纯拜见大王。此次越签到召唤为10万虎豹骑，兵家大将曹真、曹休、曹纯。大雪龙旗与铁浮屠乃至宪军营各有优点，但若说起机动性与破坏力，唯有先武三国的虎豹骑当仁不让。而今又多出10万虎豹骑，更是大大缩短了孤一统天下的时间。你3人去寻吕布，让他前去迎接10万虎豹骑。诺。怎不见吕布将军？无需担心，那是孤的大军。以此虎豹骑，天下还有什么雄关能够阻挡我大秦锋芒？紫微斗数，天倾西北，暴秦之势，莫非已经无人能挡？大征之势已见分晓，如此暴秦也能得天下气宇，简直荒谬！一统之事，何须他人作假？贫道也该离开此地。暴秦窃取天下气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亡秦必楚。寡人得天命之眷顾，而今弃君转子，统一天下指日可待。恭喜大王，子气最为尊贵。大秦若一统，必将万世，万世，万世！今日率大军至此，必杀嬴政，令秦不得出函谷关20年。待我以唇枪舌剑破开此关。听闻名家唇枪舌剑运养越久，威力越强。公孙先生上次出手已然30载有余，那岂不是可以一招破城？破！看来无需劳神破关。来得好，公孙先生先斩此僚，挫秦军锐气。匹夫撼树，不
不自量力！世间怎会允许这般强大之人存在？来人，到底是人是鬼？死！圣人刻刀承载儒家气运，区区凶煞之气也敢逞凶？兵戈煞气，如何能这般凶厉？先生，当务之急唯有擒贼擒王。随我诛杀暴秦！不自量力！雷公助我！道家陆地也敢挡我？纵横捭阖，百步必杀！纵横捭阖，不知比我雷法如何？皇天当令，天下一统。不可能！白起？怎么可能会是白起？为何不能是我？当真是霸道的力量，不愧杀神之名。白起，你本该是地狱之人，何苦来此沾染凡尘之事？我自地狱而来，就是要让尔等这些本不该存在于世之人回归地狱。你身上杀孽如此之重，纵然秦能一统天下，也不会尽归于秦。秦是否一统，与死人何干？天下归秦已成定局，尔等受死！不好，这是调动整个战场凶煞之力，想要灭杀我等！快逃！竟然利用冰煞封锁时空！敌将已死，将敌军悉数斩杀！秦国倒行逆施，复活你这已死之人，当真不怕上天震怒？秦便是天，你假死脱身，才是违背上天之人，受死！纵裂天穹，横跨八方。以武功安邦克敌，武安君为我大秦柱石。大王，敌军大势已去，大秦一统在即。而今就剩下一些旧时代的老顽户了。移星换斗，紫气升腾，秦有一统之势。见过墨家巨子，天清西北，秦国势大，
而今已无人能敌。天下局势变化，我知道统即将不存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请诸位随我一道抗秦。天下皆白，唯我独黑。而今时局变化，不可坐以待毙。区恶来后人，也敢遂我气运，妄图一统窃取天下运道！传闻庄周周游六虚，列子御风而行，莫非这便是庄周与列子二人？看来诸子百家都坐不住了。签到，此4月签到召唤为封神榜，竟是封神榜。有此物，便是先秦开端。不过，封神之前，当先封地，区王位，却是无法承受封神榜。寡人奋6世之余烈，欲要横推八荒，一统天下。如今得封神榜，当诣帝号，朕为始皇帝，创立无上贤秦。后世以计数，2世、3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此事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仙魔鬼神共听之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今日封神，尔等皆为大秦仙官，真灵上榜，不死不灭。今日起，我大秦当为先秦，寡人将创不朽仙朝，万世乃至千万世。始皇万岁！